程毅胜诉之后，一份民事判决到底判了什么，又没判什么？这事儿要是发生在韩国，走的可能直接是刑事诽谤程序，警方立案，检方起诉。要是发生在美国，原告得先跨过实际恶意那道门槛，很多案子最后赢不下来。但它发生在中国，走的是民事名誉权诉讼。今年7月，一审判下来了。程毅起诉一个长期发布抹黑内容的微博账号运营者，一审胜诉。我先把身份摆明，我是他的粉丝，老粉。但这期视频里我一句他好棒都不打算说，今天我们只对法条。不服的，评论区可以直接跟我掰条文，我 hold 住。为什么要做这一期？其实我本来没打算做。判决出来那天，我在地铁上刷到消息，第一反应就是行，赢了，挺好。结果往下翻到好几家自媒体的标题，全都在写同一句话，这份判决锤死了那个传了好几年的恋爱传闻。我当时就愣了一下，因为这句话在法律上是不成立的。不是说记者坏，是这个误读太普遍了，而且他恰恰把这场官司里最有价值的东西给盖住了。所以今天这期我们分4层拨开来看。第一层，判决书到底判了什么？第二层，他管不到的地方在哪儿？第三层，民事和刑事之间那条线究竟画在哪个位置？第四层，公众人物那个所谓更高的容忍义务尽头在什么地方？4层包完，我保证各位对网络造谣这件事的理解跟现在完全不一样。行，第一层，判项其实很清楚，3块。第一，被告必须在限定期限内删除账号里全部被认定为侵权的内容。第二，出具正式的书面道歉声明，公开向程毅致歉。第三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。这里插一句，很多人以为道歉这个事儿是我发个声明就完事儿了。不是的，民法典第1000条写得很直白，承担消除影响、恢复名誉、赔礼道歉这类责任，要跟行为的具体方式、造成影响的范围相当。翻译成人话就是，你在哪儿发的，发了多久，多少人看到了，你就得在对应的量级上倒回去。而且拒不履行的，法院可以用公告、公布生效裁判这些方式强制执行，费用还是你出。所以道歉的位置、范围、期限是法院定的，不是被告自选套餐。然后是这个案子里我个人觉得最有意思的一个技术点。据报道，被告曾经提出一个抗辩，说这个账号有8个人一起登录使用，发言不能算对方一个人的。这个说法，怎么说呢？你听着像不像那种我手机借同学用了的作业理由？但它在法律上其实是个真问题。网络侵权第一道关卡就是主体认定，你得先证明发这句话的就是被告本人。法院怎么处理的？据报道，是依据账号 UID 的唯一性锁定责任主体。我得承认，这部分我不是100%确定判决书里的具体表述，原文没公开，我只能凭报道说。但逻辑上是通的，平台账号有后台实名信息， UID 是唯一标识，账号运营者对该账号发布的内容承担责任是原则，多人共用这种主张，举证责任在提出的人身上。你说有8个人，那8个人是谁？分别什么时候登的？拿不出来，那就还是你。从2025年10月开始，这个账号变得特别活跃。不对，等一下，我查一下。报道里写的是2025年10月起密集发布，被起诉之后，在今年1月匆匆发了一封道歉信。日期这块我得保留意见，因为有的报道写7月3日判决，有的写7月28日宣判，我这一律说今年7月，各位以判决书原文为准。关键是那封1月的道歉信，态度非常敷衍。据报道，程毅团队的选择是拒绝和解，走完全部司法流程。这一步我觉得值得单独说2句，这是成本最高的一条路。和解快，省钱，省精力，对方删帖道歉，公关上就算收摊了。绝大多数艺人走到这儿就停了，不是不想追，是不值当。而坚持走完1审，意味着你要承担时间、律师费，还有整个过程里舆论继续发酵的风险。
这更像下棋，不是急着吃眼前那颗子，是要在棋盘上占一个位置。这个位置的名字叫判决。至于为什么判决这个位置比删帖道歉值钱得多，那是第二层的事儿了。第二层，媒体没告诉你的那部分。先说清楚啊，我接下来不是在挑谁的错，这是一个法律概念问题，叫判决的效力范围。一份民事判决，它的既判力有两个边界。第一，它约束的是本案当事人、原告和被告，不及于案外的第三个人。第二，它裁判的是本案的诉讼标的，本案的诉讼标的是什么？是被告的发布行为是否侵害了原告的名誉权。就这么一件事。所以法院在这份判决里认定的是，被告发布了没有事实根据的贬损性内容，构成侵权，应当承担民事责任。他没有认定，也不需要认定任何一段私人关系存不存在。你可能会问，法院要判人家造谣，不是得先证明这话是假的吗？这就是名誉权诉讼里一个特别精巧的地方了。原告要证明的是，内容指向我，内容具有贬损性，我的社会评价因此降低了。然后举证的球踢到被告那边，你说的这些事实依据在哪儿？拿不出来，就落在捏造那一侧。明白这个结构了吗？法院是从你有没有事实依据这个角度进去的，压根不用踏进人家私生活半步。这不是法院偷懒，这是法院守规矩。民事审判一般不会主动去确认当事人没有请求确认的事实，尤其是涉及第三人隐私的事实。所以，原文的观点是，这份判决锤死了传闻。我的观点是，这句话在法律上超纲了。判决书没这个功能，法院也没必要去认定这一层。那这是不是意味着这次胜诉不够劲儿？恰恰相反，我认为它比锤死一个瓜有价值得多。你想想看，一个瓜被锤死，热度过去3个月，新的说法又长出来了，因为谣言这东西是长在流量上的，割一茬长一茬。但一份生效判决确认的是行为违法，这个结论可以被引用，可以被后来的人拿去当参照，可以让下一个想开小号编故事的人先算一遍成本。前者是消息，后者是规则。顺便说一句，我这期从头到尾都不会复述那些具体的不实言论内容，一个字都不会。原因也是法律层面的，转述本身就是传播。法院判人家删除，我这边再念一遍，那不是纯纯给对方续命吗？好，下一个点。第三层，这条线到底画在哪儿？我发现一个事儿，特别多人搞混，造谣什么时候是民事纠纷，什么时候是犯罪。咱们先看刑事这边。刑法第246条，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，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，情节严重的，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、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。关键词就俩字，情节严重。那什么叫情节严重？2013年两高出了个司法解释，专门管网络诽谤，给了量化标准，同意诽谤信息实际被点击、浏览次数达到5000次以上，或者被转发次数达到500次以上，认定为情节严重。除此之外，还有别的情形，造成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精神失常、自残、自杀等严重后果的，2年内曾因诽谤受过行政处罚又诽谤他人的，以及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。所以在微博这种量级的平台上，转发500次是什么概念？一个中等体量的黑号，一条编得够刺激的内容，一晚上就过了。这道门槛比绝大多数人想象的都低。那既然低，为什么成毅这个案子走的是民事，不是刑事？啊，等等等等，我这差点把2件事说混了。我得拆开讲。刚才那个500次是刑事里认定情节严重的标准，民事名誉权侵权完全不看这个数。民事看的是有没有侵权行为，有没有造成社会评价降低。一条内容只有200个人看到，只要构成侵权，该判还是判。是2套完全不同的尺子，别拿刑事的500次去量民事的案子。行，拉回来，为什么大多数走民事？
因为诽谤罪原则上是告诉才处理，也就是自诉案件，你得自己去法院起诉，自己举证。只有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情形，才转为公诉，由检察机关来办。自诉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取证全靠你自己。你要固定内容，要确定对方身份，要统计传播量。而账号背后是谁，你一个普通公民，哪怕你是艺人，你查不到。立法者也看到这个问题了。2015年刑法修正案9给246条加了第3款，通过信息网络实施诽谤，被害人向法院起诉，但提供证据却有困难的，法院可以要求公安机关提供协助。2023年两高一部又专门出了一份治理网络暴力的指导意见，把自诉和公诉的衔接、支持起诉这些机制往前推了一步。但现实层面，取证门槛还是硬的。所以我想说的是，一人维权大多停在民事这一步，不是懦弱，是路况。这是行业和制度层面的客观条件，不是哪个人努一努力就能改的。懂行的都知道这个。第4层，也是我最想跟各位聊的一层，公众人物负有更高的容忍义务。这句话你在网上一定见过，通常出现在评论区，通常紧跟一句不然你别当明星。我以前也 get 到过这个逻辑，觉得挺有道理。后来我去翻法条，翻完之后，说实话我有点意外。民法典第1024条原文是这么写的：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，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、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。名誉是对民事主体的品德、声望、才能、信用等的社会评价。这条里没有公众人物这4个字，一个字都没有。更高容忍义务这个东西，是司法实践和法学理论里长出来的裁判尺度。法院在具体案件里会考虑，这个人是不是自愿进入公共视野，这个言论是不是涉及公共利益，公众有没有合理的知情需求。它是个衡量方法，不是一条写在纸上的免责条款。这部分是我自己整理的理解，我的视角有限，如果有做法务的朋友觉得我说的不准，评论区一定指正，我下期改。那成文法里最接近的依据是什么？是第1025条和第1026条。1025条说，为了公共利益实施新闻报道、舆论监督等行为，影响他人名誉的，不承担民事责任。但是有3种例外： 1. 捏造、歪曲事实的； 2. 对他人提供的严重失实内容未尽到合理核实义务的； 3. 使用侮辱性言辞等贬损他人名誉的。1026条更细，专门讲怎么判断有没有尽到合理核实义务，要看内容来源可信度，对明显可能引发争议的内容有没有做必要调查，内容的实现性，受害人名誉受贬损的可能性，还有核实的能力和成本。看到这儿，那条线其实已经很清楚了。法律要求公众人物容忍的是评价和监督，作品可以被批评。这部戏节奏拖了，说这个角色的完成度你觉得不够，说选剧本的思路你不认同，也可以说这些统统在容忍范围内，而且本来就该在。法律没有要求任何人容忍捏造，这2件事从来不是一回事，只是网上很多声音习惯性的把它们混在一起用，批评的时候借公众人物的免责，捏造的时候也借公众人物的免责，混着用久了，大家就以为是同一件事了。不是。1025条那3项例外就是那条线。说到底，这也是我做这期视频真正想留下的东西。回过头看这场官司，我认为它的价值有3层，一层比一层长远，确认了那些内容构成侵权，这是第1层，确认了账号 UID 可以锁定责任主体，多人共用这类说法站不住，这是第2层。而第3层是给所有后来的人留下了一条已经有人走通过的路径，从取证到起诉，到拒绝和解，到拿到判决。这条路慢、贵，还不好看。它不像发一条声明那样一晚上就能收获满屏帅，但它走完了。我追他这些年，从早期的小配角、小成本网剧，一路到雨丝凤、
到樱渊，到李莲花，他的路径一直是这个 style， 不抢快的，选慢的，把事情做完。这次维权选的还是这一条，老粉应该懂我在说什么。最后，我给各位留个具体的作业，不是让你点赞，是真的动手。去搜民法典第1024条和第1025条，把原文读一遍，就3分钟，真的3分钟都用不了。读完之后回来评论区告诉我，1025条那3项例外里，哪一项是你在网上见得最多的？我先说我的答案。第2项，对他人提供的严重失实内容未尽到合理核实义务。因为现在最常见的不是原创造谣，是转手，是加工，是我听说。你的答案是哪一项？我在评论区等。